大家好，我是博正。那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白鹿原》这本书。《白鹿原》这本书里边呢，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是瞠目结舌的简直用现在的话就是不可理喻嘛。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棒槌会。什么是棒槌会呢？简单的说就是借种生子嘛。在这个书中说就是在书中那个历史条件下和特定区域里边，要是这个两夫妻要是没有子嗣，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那不管怎么说，他都要弄一个子嗣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棒槌会就孕育而生了。那怎么做呢？就是说这个婆婆会带着这个媳妇，那会到当地呢比较有名的那个寺庙里去祭拜，也就是祈求子嗣嘛。那在这个祭拜完了以后呢，这个婆婆会给这个媳妇戴上一个斗笠，然后斗笠把这个帘子拉下来遮住脸部。那随后呢，这个婆婆会把这个媳妇呢搀扶进这个周边的，也就是这个寺庙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边。这个小树林里边其实早早的就已经等候了很多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几个村子里边的这种小青年嘛。至于干什么呢大家都能意会到待这个借种完毕以后这个婆婆嘛会带着这个媳妇回家。如果真的后来孕育了子嗣，也就是生下小孩了嘛，那这个婆婆呢会再一次带着这个媳妇呢回到这个寺庙里边去再次祭拜也就是还愿嘛。这就是这个棒槌会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形式。棒槌会呢，不管是放在书中说的这种特定历史下特定区域里边发生，还是放在现在发生，我都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的当然了，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嘛不孕不育呢，也可以通过一些非常科学的符合当事人这个意愿的一些方法来达到孕育后代的目的。其实我想说的是，一本小说能够成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故事情节，那更重要的是它在刻画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的这种普罗大众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小人物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小的这种特定区域里边，比如说宗族里边，自己的家庭里边，种种矛盾冲突当中，他们会做出哪些选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会做出哪些反应这才是最重要的。就不像那些爽文嘛主角开场多么惨，然后通过自己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以后呢，然后最后自己变成了一个无人企及的一个高度看的是爽，但是它没有内涵，没有深度，它也不能够反映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就好比说《白鹿原》里边这个棒槌会嘛在他们的这个小人物，就是他们那个特定的区域里边，或者说历史背景下的人他们觉得呢，要延续子嗣，有香火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有面子的。如果你没有子嗣的话，你可能在家族里边都抬不起头，这是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说呢，《白鹿原》这本小说呢，我觉得是可以一读的，因为你可以通过这本书对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和那个特定的区域里边这个人就是小人物嘛，他们的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一个相对具象的了解。以上呢就是我对《白鹿原》这本小说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分享。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那也可以给我点个赞。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